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武术新传遇见曹茂老师》。很高兴，我们又再次在镜头前遇见曹茂老师，赶快来跟曹老师打声招呼。老师你好，老师好，老师好，观众朋友你们好。对，还有非常高兴高老师一起参与，主持人好，谢谢大家好，谢谢你的参与。好，老师这一题，观众询问老师您好，主持人好，请问我的亲姐姐的婆婆95岁，高寿过世，114年2月15还没有对年。我的女儿114年11月9日要结婚，请问我姐姐可以坐在主桌吗？括号跟新郎新娘是同学，谢谢。好，老师这一题请您帮我们解答一下，谢谢。在丧的观念里面，60全寿、72长寿、81老长寿、90人瑞，所以外省的说辞叫做松寿，所以代表说非常高寿，所以丧它叫喜丧，是，所以在整个禁忌里面，它反而都没禁忌。哦，90岁以上的就破除了这一个禁忌。是，但是这一题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今天就这一个题目来介绍一下主桌到底哪种人才适合。第一个新郎新娘的父母，对，这是第一个要的。是，那第二个的话，假设新郎的爸爸他是老2还是老3还是老4，但是爷爷奶奶不在的时候，爸爸他认为兄嫂如父如母，对，他可能就会请哥哥跟大嫂来顶替爷爷奶奶的位置。但是新郎新娘旁边坐的就是他的父母，接下来就是各自的祖父母，还是大伯，那个大伯母。那再接下来是谁？天上天公，天顶天公，地下无古公，对，就是新郎新娘他们各自的舅舅舅妈。哇，所以都是以大舅为主。是，那大舅如果没时间，二舅都可以，都是以舅为主。那接下来呢，到底是姑姑好、阿姨好，还是叔叔好？是，那就看他们的交情。但是如果用姨跟姑来做比较，我们闽南人讲一句，姑跟孙啊共异姓，姑姑跟外甥是同姓嘛。对，就像我太太姓陈，他哥哥的小孩是姓陈啊。那姨跟我们的就不同姓了，对不对？是，对。既然不同姓，用这样子，姑孙啊共异姓是姑上桌，对，比较得体，而不是姨。那观众会反驳，我又没有那么多亲戚。那接下来到底谁才是做主桌的上客？我们讲说，交情比亲兄弟还亲，交情比亲姐妹还亲，所以现在有流行什么叫闺蜜？闺蜜，所以你就知道说，有些时候礼俗虽然是这样，但是这是我们家在办喜，我不见得要我的兄弟姊妹要他们来，搞不好我的太太跟他兄弟也不怎么的亲，舅舅他们可能也不愿意来，所以到底我们的主桌以谁为主？就是以新郎新娘父母他们认为至交的好友，所谓的至亲跟好友是不是并排？对，我至亲没有来，我好友总可以来吧？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再论他是我什么亲戚，而是我还是我太太她要好的朋友，而且我觉得他们最有资格来参加我小孩的这一个盛宴，所以他们也是可以上主桌。所以老师把主桌如果以辈分、以亲属的角度来分，姨还排不上去，姑还比姨还要优先。OK， 那如果是2弟、3弟、4弟，那没有父母的，搞不好是他的大哥大嫂顶了爷爷奶奶的位置。是，有了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不坐在新人旁边，是坐在爸爸妈妈，接下来才是爷爷奶奶。因为今天是父母为他的子女主婚，
所以父母要坐在新人的旁边，而不是爷爷奶奶。爷爷奶奶还坐在外围，接下来才是我们的女方的母舅。是，所以你就知道说，光一个喜宴，他的主桌还是有他的亲疏之分。是，原来光做这个主桌的学问还这么大了哦！如果没有好好看你的影片，还真的是给他欧北乱贼这样子，搞错了这样。再次感谢尤老师提醒我们这些很重要的礼数跟典故了哦。再次感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了，各位朋友，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们这年轻一辈的很多都早就忘记了这个很多餐桌上或者是在这个婚宴上的主桌礼仪了。好，那也非常谢谢陈老师在这个影片当中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优先顺序是什么。再次感谢你的收看，记得分享出去，最重要的是订阅跟按赞，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哦。期待下一次见，拜拜，拜拜。